美国税务法中有一项非常成熟的税务递延。美国房产税务的筹划，为什么很多投资者都爱用1031的条款呢？在迈出美国投资房产的时候，都会被基本的资本利得税吓一跳。房产升值的部分通常要缴纳15%到20%的联邦的资本利得税，再加上州税，整体税负可能高达25%到30%。但是其实美国的税法当中有一项是非常成熟的税务递延机制，1031的置换。什么是1031的置换呢？根据美国的国内税收法典1031条，如果你卖掉投资性的房产以后，把所得的重新投资到同类房产或者是基金当中，可以合法的延迟缴纳资本利得税。这并不是免税，而是递延纳税。只要你继续投资在类似的不动产上面，就能一直延后纳税的时间，甚至通过遗产规划实现永久的递延。因为美国的遗产税，个人的遗产税免税额目前约为1399万美金，如果是夫妻两人，则是2798万美金。常见的两种做法就是传统的做法，买卖房换房，卖掉一套旧的投资房，在180天内购入新的投资房。简化的方式就是投资 DST 的基金，也就是把卖房所得投入到一支经 IRS 美国国税局认可的房地产的信托基金。基金会代替你持有大型的商业地产，如公寓、仓库、医疗办公楼等等。如果使用1031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角色。1031的置换不能自己操作，必须要通过 IRS 批准的专业机构。基金的整个过程当中，不得经过投资人个人的手中，否则就会失去递延的资格。合格中介的职责包括接收并保管卖房的资金，协调交易的流程，确保时间节点的合法，提供1031的合规的报告。适合的人群是希望优化税务结构的家庭办公室或者是投资人，不想再做房东，想要被动收益的退休人士，希望为后代进行长期的财富传承的新移民家庭。风险与提醒，并非所有的房产或者是基金都适合使用1031的规则，需要确认合规的结构。投资仍有市场的风险，收益并非保证。税务与法律问题应咨询注册的会计师或者是税务的律师。1031置换是了解美国投资逻辑的重要一步，合理的运用可以让资产的配置更加稳健，家族传承更加的高效。我们仅为美国税务知识科普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者是法律的建议。如果你想链接基金结构的公司，如果您对本人有帮助，欢迎点赞订阅，让我们帮助更多的人。感谢大家的支持。